你每天都有吃鸡蛋吗？很多人早餐一定会来1颗，甚至2颗、3颗，觉得这样很健康，蛋白质也补得够。但我先直接讲一个很多人不太会去想的问题：你现在这样吃，真的适合你吗？我不是在说鸡蛋不好，鸡蛋当然是很好的食物。问题是，有些人每天这样吃，吃了好几年，身体其实早就开始出现一些变化，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。而且更现实的是，大部分人不是吃错一天，是每天都在用同一种方式吃，久了之后差别就会慢慢出来。所以这支影片我不会跟你讲鸡蛋多营养，这些你早就知道了。我会跟你讲的是哪些吃法，其实很多人每天都在做，但长期下来反而可能变成身体的负担。如果你平常有在吃鸡蛋，这支影片你真的可以看完。先讲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有的观念，很多人会觉得鸡蛋很健康，所以应该可以每天多吃一点，甚至吃越多越好。尤其现在很多人开始重视蛋白质，早餐1颗不够，就2颗，甚至有些人一天会吃到3颗以上。而且他们心里其实是很安心的，因为会觉得我不是在乱吃，我是在补充营养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习惯，其实最容易被忽略，因为你不会怀疑它，你不会觉得自己在做错事，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健康。但身体不是看你吃的是不是健康食物，而是看你吃的量跟你的身体状态有没有对上。有些人一天1颗刚刚好，但有些人同样的东西吃多了，身体其实是会慢慢累积负担的。而鸡蛋，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出问题。而且更现实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吃过量了，因为鸡蛋不像炸鸡、甜点那种东西，你吃完不会有罪恶感，也不会觉得自己在放纵，反而很多时候你吃完还会觉得我今天吃的蛮健康的。但问题是，当一个习惯让你觉得很安全的时候，你就更不会去检查它。你每天重复同样的吃法，一样的早餐，一样的搭配，甚至一样的分量，1天2天没差，1个月可能也没什么感觉。但如果是半年、1年，甚至更久呢？很多人的问题其实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这种每天一点点的累积，慢慢堆出来的。所以鸡蛋这件事情，真正要看的不只是你有没有吃，而是你这样吃已经持续多久了。先讲第一个，也是最多人中的，吃太多。很多人会觉得鸡蛋就是蛋白质来源，多吃一点没差，甚至会把它当成一种安全的食物。但你有没有真的注意过，你一天到底吃了几颗？早餐2颗蛋，中午有时候又有蛋料理，晚餐可能还有蛋炒饭、蛋花汤。如果再加上有在运动或刻意补蛋白质的人，有些人一天其实已经到3颗、4颗以上。而这种状况通常不会发生在乱吃的人身上，反而很常出现在有在注意健康的人。因为你会觉得我不是吃垃圾食物，我是在补营养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当一个东西被你认定是健康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忽略它的总量，而身体不会因为它是健康食物就自动帮你消化掉多余的部分。有些人长期这样吃，身体其实会慢慢出现一些变化，像是胆固醇数值上升，或是代谢变慢。一开始可能没感觉，但等到你真的去检查，才会发现数据已经开始偏掉。不是每个人都会出问题，但问题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一种体质。第二个更常见，而且很多人完全没注意到，搭配错。鸡蛋本身没有问题，但很多人的问题是出在它跟什么一起吃。你可以想一下，你平常的早餐是不是很常是这样：蛋加培根，蛋加香肠，蛋加汉堡肉，再配一杯奶茶、红茶，甚至是含糖咖啡。看起来好像很正常，但这整组加起来其实就是高油、高盐，再加上高糖，
久了之后，身体的负担不是来自鸡蛋，而是整体的组合。但很多人很容易把焦点放错。当你开始觉得体检数据变差，或是身体状况没有以前好，第一个怀疑的反而会是不是蛋吃太多。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很可能是你每天那一整套早餐的组合。而且更现实的是，这种吃法通常不是偶尔，是每天都在重复。当频率变成每天的时候，影响就会慢慢累积起来。第三个其实更容易被忽略，吃法太固定，而且太久没有改变。很多人早餐几乎都是固定的，每天差不多的时间起床，吃差不多的东西，甚至连分量都差不多。一开始这样做没有问题，但问题是身体是会变的，你的年纪在变，代谢在变，活动量、压力、作息其实都在慢慢改变，但你的饮食习惯却还停在以前。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落差，你还在用以前适合你的吃法去应付现在的身体。有些人会开始觉得，怎么最近比较容易累，比较没精神，甚至体重开始变动，或数据开始不稳。但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，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。问题就是一直一样才是问题，身体需要的是调整，而不是长期固定在同一种模式里。那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一定会想问，那鸡蛋到底该怎么吃才比较刚好？其实不用搞得很复杂，几个原则你记住就好。第一个，分量不用多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一天1到2颗其实就够了，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刚好就好。因为你吃进去的不只是鸡蛋，你一天还会吃很多其他食物，全部加起来才是身体真正要处理的东西。第二个，看你的整体搭配。如果你今天的饮食已经偏油偏咸，那鸡蛋的料理方式就可以简单一点，像是水煮蒸蛋这种，让整体负担不要再往上加，而不是蛋本身已经有营养，还一直用重口味去处理它。第三个，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整。如果你本来就有胆固醇偏高，或是最近体检数据有一些变化，那鸡蛋不是不能吃，而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量，或是不要每天都固定吃。你可以观察一下，当你调整之后，身体的感觉或数据有没有变化。最后补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，不要把一种食物当成唯一的营养来源。有些人会很依赖鸡蛋补蛋白质，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来源可以替代或分散，这样身体的负担也会比较平均。最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是，鸡蛋没有问题，问题是你怎么吃，吃多久，还有吃多少。其实很多人的身体状况变差，都不是因为吃了什么很坏的东西，而是这种每天看起来没问题的小习惯，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结果。鸡蛋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。你现在觉得没差的东西，如果变成每天固定在做，时间一拉长，影响就会慢慢出现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这种变化通常不会立刻让你有感觉，都是等到某一天检查，或是身体开始出现状况才会发现。所以与其等到那个时候，不如现在就稍微回头看一下自己的习惯。如果你平常也有在吃鸡蛋，可以去想一下你的分量、搭配还有吃的频率是不是已经固定太久了。也许不用大改，只要调整一点点，长期真的会差很多。如果你对这种每天都会做，但很多人其实做错的内容有兴趣，之后我也会持续整理更多类似的主题，让你用最简单的方式去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风险。记得订阅健康笔记站，按赞加分享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